3前飞碟的钳子被电视博士带回，蜘蛛监控还没有嘎，仍然还有活动迹象，又有旁观者观战，他究竟会是谁 ？Hey guys，peace am here， 欢迎收看我的频道。72集全集版出来了，与此同时，这集仍然有一段新增的秘密片段和一些隐藏的细节。本期视频不但会盘点解析理论该片段，且还会对之前遗漏的细节进行补充。看前警戒，视频内容难保有数为过度解读猜测，请理性看待问题并积极参与讨论。在正式开始之前，希望大家可以给我点个小小的赞。该片段是衔接在72集片尾，发生在泰坦监控安装了3前飞碟的钳子之后。随着泰坦监控离开后，拍摄者将视角转向右边，可以看到黑烟爆出，是电视老博士和大电视。电视博士的首次出现已经有一段距离了，上次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伟大工业结晶泰坦电视，很显然无疑是成功的。这次他的出现显然也不会那么简单。旁边的大电视装束一样还是破损的，说明在解决了老灯之后，他应该是马不停蹄来到了这里。他有着传送能力，基本与泰坦们的步伐一致。他们俩一来就看着面前的巨物，这是3前飞碟之前坠落的位置，而后损失了2个钳子。先前泰坦监控现场安装了一个，还剩下一个。他们俩在短暂交流后，随即把3前飞碟的钳子带走传送离开了。他们说的语言Daft Punk的视频有字幕可供参考。This shit is longer than Titan's skull. Get this bitch to the lab. 依然是那味道，儒雅随和亲切的用语，只是字幕和谐了一些。我们从言语间可以得知，他们要将3前飞碟的钳子带回实验室。这样做的目的，那肯定是研究了。对于飞碟这个全新的敌人，他们必须要有所准备，否则后果显然是难以承受的。就凭目前飞碟展示出的实力而言，对付起来非常棘手。哪怕是寄托着之前与飞碟在一方，了解程度肯定是远超联盟的，甚至都无法与之直接匹敌，更别提联盟对于这个物种的了解几乎可以说是白纸，这使得之前泰坦监控后泰坦电视也吃了一手亏。那么就对飞碟进行针对性的研究迫在眉睫，否则未来可能就无法面对如此强大的敌人，这肯定会成为一个伏笔，让我们后续再看吧，说不定会有更匪夷所思的能力出现。其次就是大电视的传送能力，在之前66集中传送集装箱时，可以看到它能传送比自身大的东西，但这次3前飞碟的钳子远比大电视大得多，甚至成倍数的体积，依然能跨体型传送，史诗级搬运大将无疑了。但他们并没有带走拍摄者，也就是机甲科学家，他目睹了这一切，拍下了继托特和3前飞碟全程的战斗画面。而监控人的特点就是可以将画面传送给可以显示画面的仪器上，就完全有可能传给基地，这将对于研究来说非常重要。离开前，博士对着拍摄者说了保密，之前66集电视博士也说了保密，但监控画面基本可以共享。如果机甲博士已经共享了画面，那这个保密就没啥用了，可能仅限于音响人了。当然这只是猜测，也存在没有共享这个可能。新增片段也有代表秘密片段的意思，或许这就是为什么这集衔接在双筛离线时的原因，而不是画面在投给基地后结束再崭新开一集。但也不排除是我过度解读了，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随着2人黑烟传送消散离开，有声音传来，拍摄者再次看向了另一个方向，注意看，虽然前方浓烟滚滚，但依然可以看到山上有一个影子。在转过视角过去时，这里是没有的，而后才突然出现，可能又是个听从神秘人的小弟之一了。看外观显然也是个普通样式的监控人，白色的探头可以直接排除掉双筛监控，纵使放大再放大也无法看清衣服细节。在第一部分拍摄者手持镰刀时，前方的道路上也有一个监控人，但仍然看不清衣服细节。难道这是粉修哥？看山上这个，我总感觉隐约有点黄光或绿光痕迹，难道是之前出现在办公室的绿衣？但也不排除是视觉误差，或者是之前透露大家备受期待的中医。无论是谁，这个很难猜测，用肉眼基本看不出谁是谁，只能看出是个监控人。从以往剧集的经验来看，显然不是群演，8成是个伏笔特意设立的。或许他将是后续疯狂的引导人，这个答案只能等到未来来揭晓了。拍摄者继续前进，可以看到前方是蜘蛛监控，他在第一部分被击托特击落了，但此刻他仍然没有嘎，应该是严重受损了。话说就没个电视人来救一救吗？他的监控不知道看见了没有，我觉得还能抢救一下。如此帅气的造型，如果匆忙退场，那无疑是遗憾的。但这个信息显然是在跟我们表示他还在，至少还在动弹。对于他的英勇表现，拍摄者为他点了个赞，表示致敬。片段结束，综合要点就是联盟开始研究飞碟了，将为这个更具威胁的敌人到来前做准备。其次就是战场上有了一个类似67集一样的旁观者，最后便是监控蜘蛛健在。这个片段讲完了，我们讲讲之前遗漏的细节。第一个便是在之前23集的新增片段中，飞碟厕所使用平板所对话的人是谁？当时的解
可惜我们没有找到答案，现在可能有答案了。从里面散发的红光来看，可能是最新登场的这个特种飞碟，它身上散发的颜色基本上能对上，可能当时飞碟厕所在此处联系的人正是特种飞碟。他接个通话后，3000飞碟来了，在此之后3000飞碟与泰坦们碰了面，但没有彻底打起来，说明他们目前并不是针对于联盟，依然是在找寻基托。或许在68集飞碟厕所在战场上旁观就已经是在找哪个是真正的基托特，但没一个是真的。他们在这个时候交流的语言可能是帮手很快来了，需要3000飞碟继续搜索基托特的位置。简短的对话就仓促离去，于是便有了接下来的找寻，每次都出现在打斗动静最大的地方。对于第一阶的装备被拆，现在来看，面对被审判的一方自然是不会有好脸色的，所以一下就说得通了。但这些仅是我的猜测，你也可以将你的想法写在评论区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内容到这了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。我是 Peaceman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